第31届白玉兰奖颁奖典礼终于迎来了最受期待的时刻。当所有明星结束红毯环节，缓缓步入内场时，真正吸引观众目光的，已经不再是谁穿着怎样的礼服，也不是谁的造型最惊艳，而是一个看似普通，却总能引发无限讨论的话题——座位安排。每一年大型颁奖典礼开始之前，关于座位的讨论都会提前升温。有人认为座位只是工作人员根据流程进行安排，没有太多特别含义，也有人坚信每一个位置都经过反复推敲，既考虑嘉宾身份，也兼顾镜头效果，更可能暗藏着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正因为如此，当今年白玉兰那场座位图曝光之后，网友们第一时间便开始认真研究每一排每一个名字的位置，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细节。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第一排，这一排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基本都是主办方领导、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重要嘉宾的位置。整个区域显得庄重而正式，与其说这是明星争夺的位置，不如说它更多代表着活动本身的礼仪安排。因此，大多数演员并不会出现在第一排，这也符合大型官方颁奖典礼一贯的惯例。真正引发讨论的，则是第二排开始。不少观众很快发现，于和伟和杨紫都被安排在第二排，而且位置十分显眼。虽然不是第一排，却已经属于整个内场最容易被镜头捕捉的位置之一。无论主持人讲话、嘉宾领奖，还是镜头扫过观众席，他们都有很高的出镜机会。尤其是于和伟，近年来，于和伟凭借稳定而扎实的演技，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从正剧到现实题材，再到年代剧，他几乎每一次亮相都能够获得业内认可。相比流量带来的关注，他更多依靠作品积累口碑，因此能够坐在第二排，很多网友认为十分合理，也体现了业内对于实力演员的尊重。而杨紫同样成为焦点，近几年她不断尝试不同类型角色，无论古装剧还是现实题材作品，都保持着相当稳定的人气。更重要的是，他逐渐完成了从年轻演员向成熟演员的转型，不仅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也获得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认可。因此，当大家看到杨紫同样位于第二排时，不少网友开始猜测，这是否意味着她在本届白玉兰拥有不错的竞争力。不过，这些都只是大家根据经验做出的推测，毕竟座位安排从来没有官方说明与最终奖项存在直接联系，因此所有猜测都只能作为一种观赛乐趣，而不能视作真正的结果。相比第二排，第三排同样星光熠熠，杨幂和肖战分别坐在第三排，很快便成为网络讨论热点。作为近年来人气始终居高不下的演员，两人的出现自然吸引大量关注。虽然没有坐在第二排最中央的位置，但第三排同样属于镜头覆盖范围极高的位置。从现场画面来看，他们依然十分醒目，每当镜头切换到观众席时，都能够轻松找到他们的身影。尤其是肖战，近几年，肖战不断尝试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无论古装、都市还是年代题材，都在持续探索不同角色。他不仅拥有极高的人气，同时也努力通过作品证明自己的成长。因此，不少观众对于他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格外关注。当肖战坐在第三排时，很多粉丝第一反应其实并不是失望，而是保持理性。因为大型官方颁奖典礼不同于商业活动，座位往往需要综合考虑提名作品、剧组分布、拍摄机位以及现场流程等多个因素，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谁坐得越靠前，就一定意味着奖项归属。与此同时，杨幂同样保持着极高的话题度。作为娱乐圈拥有丰富代表作品的演员，她的一举一动都容易登上热搜。从进入会场到落座，再到与周围嘉宾交流，每一个细节都成为网友讨论的话题。
可以说，仅仅一个镜头就足以引发社交平台数万条留言。然而，今年最令人意外的人却并不是杨紫，也不是肖战，而是胡歌。不少网友原本以为同一部作品或者同一剧组成员会尽量安排在相近区域，因此很多人一直在第二排寻找胡歌的名字。然而看了很久都没有发现，直到完整座位图公开之后，大家才发现胡歌竟然被安排在第4排。这个结果瞬间引发大量讨论，有人表示惊讶，也有人开始猜测其中是否存在特殊原因，还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最终奖项竞争已经出现某种暗示。尤其是当镜头拍到胡歌与身边郭京飞交流时，两人的自然表情也被网友进行了各种解读。一时间，各种分析不断出现，网络上关于座位安排的讨论热度迅速升高。不过，冷静来看，这些讨论更多属于网友自发的娱乐分析。事实上，官方从未表示座位顺序能够预测最终获奖结果。大型颁奖典礼的座位安排通常需要综合考虑演员到场时间、领奖路线、摄影机位、嘉宾互动、剧组分布以及现场整体流程，有时候甚至一个位置调整，仅仅只是为了方便摄像机切换角度。因此，如果仅凭座位就判断奖项归属，其实并没有充分依据。尽管如此，这种猜测依旧让整个颁奖礼增添了不少悬念。很多网友开始重新回顾历届白玉兰座位安排，希望寻找所谓的规律。有的人发现，过去确实存在部分获奖演员坐在前排的情况，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最终获奖者并没有坐在最前面。因此，这种所谓的规律并不稳定，更像是一种巧合。真正决定奖项归属的，终究还是演员的作品质量、角色塑造以及专业评审的综合评价。对于今年的竞争而言，无论杨紫、于和伟、胡歌、肖战还是杨幂，他们都拥有各自支持者，也都有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有人凭借扎实演技赢得认可，有人依靠持续突破不断成长，也有人凭借超高人气吸引大众关注。不同演员拥有不同优势，也正因为如此，本届白玉兰才显得格外精彩。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奖项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电视剧整体的发展。近年来，无论现实题材、年代剧、古装剧还是都市剧，都不断涌现出优秀作品。越来越多年轻演员开始挑战复杂角色，实力派演员继续保持高水准创作，不同年龄层演员共同推动国产电视剧不断进步，这或许比单一奖项更加值得期待。回到这次座位安排，它更像是一场颁奖礼开始前的小插曲，一个简单的位置却引发无数网友热烈讨论，一张座位图也成为整个网络关注的焦点。这恰恰说明，优秀演员拥有越来越高的社会关注度，而观众也更加期待看到公平、公正、专业的评选结果。无论最终奖项花落谁家，相信每一位获得提名的演员都已经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掌声。对于观众而言，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优秀作品，也期待中国电视剧继续带来更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那么，看完这次白玉兰那场座位安排之后，你觉得这些座位真的会透露某些信号吗？如果让你预测本届视帝和视后的最终归属，你最看好哪2位演员？欢迎把你的观点分享在评论区，一起理性讨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将持续带来更多真实、有趣、深入的娱乐资讯解析。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